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刀塔二》新手节视频啊！感谢大家的关心啊！最近嗓子也是好的差不多了啊，那就开始给大家恢复这个视频的更新吧。咱们今天讲3号位啊，讲这个末日啊，这个英雄也是改版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讲啊。咱们今天通过这些视频讲一下末日这个英雄的理解和用法。好的，那咱们来看一下末日这个英雄啊，这个英雄是一个这个力量英雄啊，他的成长其实。咋说呢？比较畸形，力量成长确实很高，但是敏捷跟智力的成长相当的低啊。力量有3.7的力量成长，非常的优秀啊。敏捷只有1.5，智力只有1.7啊。也就是说，他想依赖平 A 去打输出是不现实的，因为敏捷成长实在太低了，然后护甲也比较低，所以说末日的出装备肯定是绕不开堆护甲这个环节的啊。然后智力的话倒无所谓啊，因为它的装备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堆智力啊。这个蓝在中期开始肯定是够用的，然后这个初始63的攻击力很高啊，4点的护甲不错，290的移动速度略低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好，来看技能，他的技能其实比较神奇啊，就一技能是吞噬啊，末日竟然能吃兵啊，太神奇了，对吧？就他首先这个技能它是一个可以吞噬敌方小兵或者说是中立野怪的。但是怎么说呢？经过了无数个版本的改动啊，这个技能真的是改了无数个版本。但是在如今的版本，它其实的作用有一点鸡肋。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吞噬野怪的等级是有上限的啊，这个其实很早就有了，对吧？4566，也就是说你在1级吞噬的时候，你只能吞噬4级野怪。4级野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组野怪中最弱的那个怪。啊，就是什么小人马呀、小黄熊啊、小萨特呀、小狗头人啊，就类似的这种东西它能吃。然后5级大概就是中野，6级大概就是大野。哎，你们这么理解就行了。就是至少你要把这个吞噬这个技能啊加到3级，你才能去吃什么大红熊啊、人马呀、销售啊这种大野怪。然后这个技能除了能吞噬野怪之后，还能获得它的技能嘛？然后并且能获得一定的金钱奖励，40、80、120、160啊。这个技能怎么说呢？就是诱惑非常的大，相当于末日自带一个点金手嘛。但是问题也相当的明显，就是如果你把大量的点数投资到这个吞噬上了，就比如说咱们说主家，哎，7级了，对吧？7级我主吞噬，4级吞噬，那么它换来的收益是什么？是你的护甲提升，你吞一个野怪就有7点的这个护甲提升，和每70秒160的额外金钱的奖励。但是带来的代价是什么？是你彻底的丧失了你的就是现优或者是进攻能力。啊，这么讲很好理解吧？就等于说是我用了4个宝贵的技能点，没有换来任何的进攻能力。啊，对吧？我进攻能力的提升几乎为零，可能就是多了一个野怪的辅助型的技能而已。但是这个并不能帮你打出现优，或者说在6、7级之后能够帮你去击杀敌方的英雄，对吧？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技能咱们怎么理解呢？一般来说就是只有我判断我在线上的时候，这个线一定是打不出现优的啊。我们的4号位是个大混子，而且呢，对面的2个人是极为凶猛的啊！就比如说我是一个3号位末日，4号位的队友是一个混子赏金啊，而对面2个人太厉害了，对面2个人就比如说大哥是个食尸鬼，哎，对吧？然后5号位又是个什么天涯墨客啊之类的这种组合，我一上线我就默认这个线是绝对不可能打出现优的，也绝对杀不了人，而且这个赏金还送了2次，他还跑了边路去打架去了。只有当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选择主一啊，就是说我彻底的放弃了跟你对线，然后我主一去保证自己的经济的一个发育啊，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线上的情况是我们能够打出现优，且对面是比我们弱的，那么就不要主加这个技能，不然的话会彻底的丧失线权的，好吧？这么讲很清楚了。好，2技能焦土啊，这个技能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进攻型的技能。首先开起来之后然后你看脚下是有一片燃烧的大地的啊，是吧？有一片燃烧的大地的，而这个会随着你的移动而跟着你一起移动，会对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一个持续的伤害啊。这个伤害是20、35、50、65。咱们来看辉耀啊，辉耀这个道具它是每秒60点的魔法伤害，哎，对吧？然后这个升满了会是有65的这个魔法伤害，还不算天赋。所以说这个焦土它才是最主要的输出技能。到7级之后，如果你主的是焦土的话，相当于自带了一个辉耀。哎，非常的厉害，而且它能提升11%的移动速度，持续16秒，哎，就相当于你从
中期7、8级开始，你要打一些小规模的团战，从你入场一直到出场，都会有一个11%的移速提升，跟每秒65的这个持续的 AOE 伤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它就是在末日上可以说是能帮末日打钱啊，一个焦土就能收一波兵加一组野啊，然后呢。团战的时候可以为他提供持续的高额的伤害，6、7级的时候就有一个超高的伤害了，对吧？这个才是他的主要的进攻型的技能啊！刚才忘说了这个东西了，这个是可以开关的，就是一技能可以开关的。你关了以后，它是吃野怪是没有技能的，只有开了以后，吃野怪才是有技能的。然后你把野怪，比如说我吃个人马，一吃了以后，把它一关啊，之后再吃任何的东西，它这个技能就不会被顶掉了啊，这是一个细节啊，就说一下 ，OK。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末日的游戏过程中，我还是推荐主2技能的啊。主二的话，就说对线也不弱啊，中期团战相当的凶猛啊，你可以去抢节奏在6、7级啊，然后配合大招也可以打出非常高的伤害去对敌方进行一个斩杀或者单杀啊。所以说，焦土是最重要的打前技能跟输出技能，一般来说推荐主家。好，3技能烈火刀啊，烈刃啊，就是这么棒一刀打下去，有一个短暂的眩晕啊。和一个后续的持续伤害，然后眩晕时间是0.6秒，然后有这刀砍下去有4秒的灼热伤害，然后就是升满了之后，就是有这刀有基础的50伤害，再加上最大生命值4%的这个灼烧，持续4秒，哎，这个技能是相当凶狠的，就是但是前期不建议加太高，为什么呢？因为它附加的是最大生命值的这么一个数值嘛。你在游戏前中期，大部分的什么敏捷、智力英雄血量都不上千，哎，大家7、8级的时候，对吧？或者说刚刚上千，你这个1%的这个一刀跟4%的这个区别其实并不大。哎，这么解释很简单吧？它最大的提升其实就是一个 CD 的提升，1级是3秒 CD， 满级4秒 CD。因为1级这个刀的 CD 比较长，满级可以多砍，但是它毕竟是个单体伤害，和这个焦土的 AOE 是不能比的。焦土是一个大范围的 AOE 伤害，还加移速，这个是个单体的持续伤害，且是附加最大生命值1%的嘛。所以说前期不厉害，但是随着游戏的提升，到后期动辄3、4千血的时候，这一刀劈下去，一刀4%的额外附加伤害，持续4秒。这个就烧4下，哇，这个就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技能是中后期厉害，因此它的加点其实比较固定的啊，就是1技能加个最多1、2级啊，其实加1级就够了。然后主焦土副烈火刀啊，这是一个最有进攻性的加点。然后一般来说是主焦土副吞噬啊，1级烈火刀，然后中后期再把这个补满啊，这是一个非常均衡的发育性的加点啊。行，这个不多说了，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它的标志性技能大招末日啊，这个技能就是这个版本非常厉害的。首先在这个版本它是可以禁疗的啊，就像冰魂大招一样，可以禁止一切的回血手段，然后禁止他用技能，但是能用物品啊。看到这个是能用物品的，是可以这种大招是可以 TP 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后之后在这段时间内，他无论是谁啊，他都不可能回血。你像小晕一般来说藏起来，他不就回血了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小晕的血是根本就回不起来的。因此，末日它这个版本主要拿来可以针对什么呢？是针对这个传统的回血哥。哎，回血哥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剑圣啊，还有奶棒，哎，哈斯卡呀、伐木机啊，是吧？然后小鱼儿啊这种。回血速度特别快的英雄，你就可以拿末日去针对他，一个大招往他脸上一盖，你就不用管了。他该掉多少血就一定掉多少血，为什么？因为他是纯粹伤害，哎，注意这是纯粹伤害且无法回血，因此很简单一个数学题啊，对吧？就是1级是每秒30伤害，持续16秒，那480，哎，也就是说是对方的血量只要是480，你给他的脸上盖个大招，他是必死的啊，他是必死的。所以说你甚至就不用管它，一个大招一个大招甩上去，然后扬长而去，并且这个版本它不能被反补啊，这个技能中了以后，是不能被他的队友反补的，所以就是必杀，哎，简单来说就是必杀。因此，如果你算清楚这个数值了，就比如说到12级的时候，你有个2级大，对吧？然后就是16秒，等于说900血，对吧？这个数值其实是相当之高的。然后是900吗？800、800血对吧？然后就说是随便再配合一点点的伤害，就比如说你冲他脸上开着焦土烫个3、4秒，每秒65，再劈上一道烈火刀，队友随便跟点伤害，什么1500、2000左右的血的人直接就死了啊！就是这个技能特别凶狠，在如今。它其实，所以说末日的适用性在这个版本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它最主要的就是刚才说的，拿来就是为了打这些回血哥的，哎，对吧？回血特别快的。但是就算不是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固定伤害确实非常的高，是吧？不能被反补，纯粹伤害，然后那个无法回血。所以说你配合队友去打一个
伤害堆积也是没有问题的。对方有一个什么敌法师啊什么的，对吧？你一个大招盖他脸上，他该死就死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技能是相当霸道的一个技能啊，也就是末日，尤其是末日打4保1体系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就对方是4个打架的英雄，保一个无解飞核心啊，那你团战的时候开始 BKB 跳到他脸上，一个大招盖他脸上就完事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技能是会被林肯挡掉的。咱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技能它是，会被林肯挡，所以说。末日它在游戏中期开始或者中后期开始，跟白牛会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前期的优势不大，对方都很肥的话，他们可能会出多个林肯来针对你。那么在末日构建阵容体系的时候，队友最好有2到3个长手且能够破林肯的英雄，就比如说像宙斯那种英雄，哎，对吧？有一个1技能连锁闪电，然后很轻松的就能把你的这个林肯破了，然后这个时候末日第2时间进场，然后去大你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只是这么说一下。好，来看一下这个魔晶啊，魔晶的效果就是说是那个末日的焦土啊，可以治疗他自己跟他的控制的单位，数值为每秒伤害的60%，就是他焦土打的伤害的60%是可以治疗他自己的。这个技能在打幻象系或者召唤系单位较多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因为单位多嘛，你能烫一堆的什么幻象啊、召唤物啊，总伤害的60%回馈给你，是那个回血量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其实，在正常的一个团战里边，你很难同时烫到5个敌人。这么解释很简单，对吧？因为对方的站位是比较松散的嘛，你很难一个焦土能烫到对方5个人，都一般来说就最多烫2个左右就行了。因此，在这个技能啊，这个魔晶这个带来的这个附加的那个治疗，在大多情况之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出的优先度不是特别的高就是我说的，除非是对面是多召唤、多幻象系的英雄，茫茫多的单位在战场里面，你一趟能烫一堆人那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但是一般来说，我不会把它出的太早的，出这个东西不如出一些肉装来的实在啊。好，看 A 仗一出的话，就可以使得这个末日可以变成了一个光环型的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样子了。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变成这么一个样子了。然后你可以随着你的移动，让进入这个范围内的敌人也受到末日的这么一个影响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敌人放，再刷一下，不是，烦死了好，然后你当然也可以给敌人放就是敌人放以后也是在敌人脚下产生一个这个末日的这个法阵然后呢，进入这个法阵的敌方单位它一样也会受到这个末日伤害的。你看一样的就是这个 A 仗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的 ？A 仗一般来说是在敌方林肯较多的情况，就像刚才对吧？我给小鱼人是放不到那个大招的，因为小鱼人林肯，所以说你就可以这么搞，就是出个 A 仗，然后呢跳刀给自己上大招，然后跳到对方脸上，然后跟着对方走。这个时候，由于对方是不能用技能的，他被沉默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一直贴着他走，然后可以沉默更多的人，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理解。对方出了林肯，我也不怕。但是说实话，这个 A 仗的效果其实有一点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版本是可以用推棒的，就是可以用道具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然后呢，比如说我想大毒龙，然后呢，我给我自己上一个大招。然后我跳到毒龙脸上的时候，毒龙是可以用推棒把自己推出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跳刀用过了，我就再也跟不上他了。那么同理，然后呢，我跳到小鱼脸上了，小鱼马上要死了，怎么办？他的队友可以推他，然后小鱼啪一跳就跳走了。所以说这种，这个 A 仗吧，我觉得设计的理念是挺好，但是说实话，实战用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用。对方只要打到中后期了，酱油有多把推，很容易就2连推就是2个酱油有2个推棒，很正常，对吧？4、5号位，4号位一推，5号位一推，直接就推出来了。然后末日跳到又 CD 了，然后自己身上套光环大，然后跟傻子一样往前顶，怕自己死了，往后退又舍不得，哎呀，就很尴尬，对吧？所以说这个道具我觉得有点鸡肋，我觉得一般来说，除非特殊情况会出，但是正常情况下，我还是会依赖队友出一个破林肯的道具或者说我干脆我自己出个破林肯的，或者说吃个破林肯的什么抽蓝的野怪之类的然后我把他的林肯一破，我再给他上个单体大，我都愿意但是这个 A 仗说实话有一点点不是很好用就给自己套不是很好用。当然了，如果对方没有林肯的话，
你给他直接上，让他自己带一个末日且有个末日光环啊，在大后期来说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一般来说不会太早的出 A 章，我觉得用处不是特别的明显，好吧？好，来咱们看一下这个末日的这个加点方式跟这个天赋啊。加点方式其实咱们刚才或多或少提到了一点，要想有进攻性，前期3级就这么加，2级焦土，1级烈火刀，这是对线期最有进攻性的加点。你前期把3级的时候点2级吞噬的那种加法，就说除非就是一开始说的，你确定打不出优势了，不然的话，你再大的优势，你3级2级吞噬都会被对方追着打的啊，就很蠢了。好，4级的时候点1级吞噬，5级焦土，6级大招之后呢，就是主焦土副吞噬啊，最后再把烈火刀点满。就刚才说的，这个烈火刀它的这个附加的伤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在前中期，后期会很厉害。好，中间有大加大就完事了啊。好，然后看这个天赋，15焦土伤害啊，1加每秒80，哇，这超屌，对不对？加7%焦土移速，其实它的天赋很简单，就是前3层都是跟着焦土走的，然后焦土冷却，这么一来的话，焦土就只有25秒的 CD， 持续16秒。中间的真空期其实非常非常短，对不对？而且伤害高，移速快，能加18%的移速，配合一些就比如说这种相位鞋啊，这种最简单的能够加移速的道具，你焦土一开，相位一开，直接就470的移速啊！这个移速在追人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能再配合一些什么西瓦减速的话，你在团战去冲对方的阵型啊，就是一冲一个准是吧？就很容易把对方冲散了。所以说这个左右右啊都是围绕焦土在加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加点方式。25级末日施加锁壁和末日施加破坏，破坏很简单，就破被动，那就是大招可以破被动，大招可以进物品。这2个都非常的诱惑人，但是就是咱们说的看情况，好吧，看情况啊，就是如果对方有一些你必须要破的那种被动，就比如说打个举个例子，幽鬼吧，幽鬼那个皮不是很厉害嘛，他也没有什么回血，对吧？然后呢，你就加个这个破坏，然后一个大招下去，幽鬼的那个什么被动皮就没有了，幽鬼就脆的跟纸一样了，然后啪随便杀，对吧？这个锁壁就是不能用物品了嘛，然后就成了老版的那个末日大招了，又进又沉默又进物品，对吧？这2个都非常厉害，根据情况来定啊，非常诱惑人，我都喜欢，对吧？这就完事了。行了，所以说前3层就是左右右啊，最后一层看着加啊。好，说下装备啊，装备的话，其实这个版本的3号位出装其实都差不多啊，真的是都差不多，就前期堆一点乱七八糟的属性装，买点吃数。最重要的几个小件，第一，铁衣头盔。哎，铁衣头盔现在3号位基本上都不出先锋盾了吧？基本上都不出了，都是铁衣头盔，因为它性价比很高，975块钱，然后加5点的护甲和回4的血啊，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对吧？然后再配合这个一点点的钱啊，然后就可以，比如说出个王冠啊，通加4，然后合成这个分身面纱，这都没有什么说。这个道具基本上现在是，标配啊必出，相位鞋啊，配合你冲阵大魔棒啊，是吧？就行了。其实这三件道具就足够你前期混线使用了啊，那个什么都有了，护甲回血，因为刚才说了嘛，末日比较缺甲嘛，这个加5甲，这个加4甲，就9甲了，对吧？然后随便的撑点东西，你的属性就很高了，然后之后看情况，有人说末日能不能出点金手，是能出的，但是我不推荐裸出啊，就是很多新手他对于点金的这个理解不对。点金是在有优势的时候，我们要往中期开始打，就是发育的时候补发育用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太早出点金，就比如说你对线的时候出个草鞋、小魔棒啊什么的，补了个这个，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买了一个加速手套，然后出个点金手，还是这个做法就跟你主1技能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彻底的放弃了你中期打架的一个强势的一个感觉啊，你就是等于说是我中期就没有战斗力了，是吧？也不肉，装备也不强，主加焦土也顶不上去啊，这个就很蠢，对吧？所以说你还是尽量的把自己的基础的装备先堆起来。堆起来之后呢，有了一定的战斗能力了，哎，就比如说，这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种装备的，有了一定的战斗能力了，然后呢，你需要补发育了，第2时间啊再补点金手，这个是允许，但是千万不要裸点金，裸点金太蠢了啊，这是一个选择，可选择。如果战斗非常频繁的话，就出 BKB 啊 ，BKB 一开 ，BKB 配合这个焦土往脸上顶，相当的厉害啊，然后补个板甲，直接走西瓦 BKB 焦土，这2个装备一出，基本上就成型了。打团战很简单，就是说焦土一开 ，BKB 一开，西瓦一开，开着香尾先上顶，叭一个大招啊，就是这种感觉，硬顶打吃满伤害，然后输出，然后你的团战作用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相当的厉害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面出什么装备看情况，比如说你们队伍中缺先手了，你是可以出跳刀吃人马怪的。
啊，就那个人马跳踩嘛啊，然后掀开焦土，对吧？然后那个开着西瓦跳到上去，啪一脚跳踩，然后啪一个大招，哎，这种是可以的。如果你们缺线手的话，是可以出跳刀加吃人马的。然后呢，打到大后期了，有2件装备都是可以选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刷新球啊，刷新球团战2个大招，这不用什么说的。中单一个大哥一个，一人一个，谁都别跑，对吧？团战的时候直接废对方2个大哥啊，相当厉害。然后呢，或者就是说是出个这个玲珑心啊，玲珑心那个直接是减那个 CD 嘛，对吧？减 CD，然后撑那个属性。这么一减的话，刷新球的 CD 也短，大招的 CD 也短，然后团战的时候一直可以放大招。这个就是末日的最终形态。其实末日并不是需要说什么让他打输出的，很多新手就喜欢出什么，就是这种出个辉耀，哎，是吧？然后出个什么紫对剑啊之类的，就是法上流，就是法上流末日，没有必要。就是末日并不是选出来让你去打输出的，你要打输出的话，有很多输出比末日高的3号位。末日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个大招的这个威力发挥出来，哎，然后团战的时候尽可能的稳定的把你的大招能够放给需要的人啊，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吧。总的来说，它的整体的理解就是这么一个框架，以末日的这个大招为核心啊，精准的放给对方的关键英雄，让自己肉起来，配合 BKB 西瓦去冲阵，到后期了刷新球2个大招啊，废对方2个大哥啊，完事儿了，又简单又粗暴，刷的又快的一个英雄。好了，理解部分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看下实战这个英雄是怎么玩的啊。